我们固然可以猜测人家都是纸老虎，那台湾能够扛得住多少呢？中国海上崛起令人担忧。中国有福建舰6艘核动力攻击潜艇、6艘核导弹潜艇、65艘潜水艇，但是台湾独派就不太开心了嘛。台湾军事专家他就讲到说，哎呀，冒黑烟啊，跳电是很有可能的啊。连神盾舰的门槛都没有，你凭什么去批评欧美对于中国的焦虑？远远不止军事层面。福建舰还是超出预期的速度完成的，可以说是高调的。我们看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发展，不是航空母舰本身而已，护卫的舰群其实已经很完善了。而且一些报道，电磁拦阻系统会把飞机降落的动能转换为电能。如果说确实如此的话，正代表有黑科技的存在。以前我们讲黑科技都是美国，什么时候中国有黑科技？它在台海周边海空活动已经常态化，犹如温水煮青蛙。它借此向外界宣示，台海周边的海空域都是我的地盘，全都要。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后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继续聊我们的专家讲坛啊。最近呢，我们聊了很多军武啊，因为最近这个国际的军事呢，真的是风云变化非常迅速。我们可以看到俄乌之战，可以看到以巴之战。然而，台海整个局势的倾斜的速度似乎超乎我们的预料啊。美方呢不断在警告，这个看起来共军的整个发展的速度啊，已经呢渐渐的超出了原先的一个预期。尤其是什么呢？最具象征性的就是福建舰，它的海事呢似乎推展得非常顺利哦。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076，也就是共军下一代的，人称小航母啊，2栖登陆舰，似乎也有新的一些推进哦。据说也会配备这个电磁弹射器。这个似乎这个台海的局势非常的紧张，共机的活动呢也来到了最近来的一个峰值啊。那520当然是一个关键节点，但是520只是个政治问题，背后所搭配的实际的状况、军事的变化，接下来台海会怎么办呢？那另外中俄的接近，是不是也会对整个局势有所改变？今天啊，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复杂议题，我们来请教谁？我们来请教政经院总编，怎么样？大家好。废话不多说，直接一张图就上来啊！我想这个影片大家都在网络上都看过了哈，那我就截了一些我认为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样态啊。福建舰的第一次海试超出预期的速度完成了，那我们也看到解放军难得释出啊高清4K， 让你看到好、看到爽、看到满。就您的观察哦。这次海试有什么的意味？那未来的整个它的战力，还有甚至在台海所扮演的角色会是怎么样的？这次这个福建舰出海试航可以说是蛮高调的哦。特别我们注意到它这个整个出航，中央电视台还有这个解放军报等等，它的官媒其实都有进行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处理。比如说它有空拍机在上面拍摄这个军舰解缆离开，然后甚至说。很好笑的就是，我们还发现外媒在他要离开的这个航道旁边，立即做现场直播，全程 live。对，大陆官方也容许这样的事情，正代表了事实上，随着它的科技力还有整体实力的进步，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自信的一个表现。那当然啦。作为一个那么大的航空母舰，8万多吨，有人说可能是不是达到9万吨哦？你那么大的船要出海试航，你也不可能像大卫魔术一样把它变不见，因此开大门走大路，我认为他这个做法来讲，其实是符合国际间对于所谓过去以来常常要求中国在军事上各种发展这个透明度要提高。我觉得这就这个大方向来讲，整个福建舰从下水。西装乃至于这次试航，其实都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味道。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对我们做出版物，特别是军事出版物，哇，我们觉得这次发布的照片很多很漂亮，而且很多它的解析度还蛮高的，甚至可以拿来做杂志封面。是，也因此对于这个和以往操作很不一样。那实际就它海试我们知道它是5月1号，对，出发。然后大概是5月8号的时候回来，大概是这个8、9天。那根据大陆官媒的说法，它主要是进行一些主机、蒸汽轮机，那另外还有上面的电力系统，它这2大与载台
最重要的这个核心装备进行它的综合的可靠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海上有做这种大回转啊，可能急速航行，还有紧急停车，看它能多少距离能够完全停止，类似的这种机动试验。也因此，这个第一次海试，我认为应该是还成功，至少我们没有看到他回来以后啊，赶快返场，到干屋里面进行什么敲敲打打，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状况，正显示了他这个阶段测试的状况可能整体还满意。那未来他就会积极进行准备，进行第二次，还有后续各阶段的测试。那总体来讲，这个辽宁舰从这个西装以后到出海进行测试，大概经过了11个月、12个月，不到12个月。就它的时间来讲，其实还准备蛮多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艘船和之前的2艘航空母舰，这个大家知道辽宁舰、山东舰，它本身它的结构比较不一样，对，而且它整个上面的设备也很不一样，尤其是我们很明显看到这个福建舰上面它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外形特征，大家很清楚，就直通式的飞行甲板。对，那另外还有这个3座电磁弹射器，分别在这里，这里跟这里。那另外还有电磁捕捉系统，就是飞机着舰的时候，借由电磁捕捉系统，让飞机能够这个安全平稳的。这个除了是拦截索之外，下面这边也是有一个电磁。对，它拦截我的整个这个驱动，也是配合电磁系统。哦，是。而且我看过一些报道，当然就是未来有待证实，也就是它这个飞机降落的时候，它的电磁拦阻系统会把飞机降落它的动能转换为它的一个电能，储存起来，可以说是作为它舰上后续备用电力来使用。那这是不是它整个全舰的综合电力系统的一环哦？那如果说它整个外面的报道是确实如此的话，正代表它整艘船的综合电力系统，那确实有大陆本身一些黑科技的存在。那当然是未来它实际的表现怎么样，我认为还是未来还需要持续的去进行观察。毕竟这一次针对它的电磁弹射器似乎是没有进行相关的测试，因为它是没有搭载任何舰载机那进行海试。但是未来它在多次海试里面，它毕竟会做这个部分，尤其是我们看到像山东舰还有辽宁舰，它在这个海试在服役之前，大概都做了8、9次的海上测试。那外界普遍估计，以福建舰这样的精密度、复杂度可能更胜一筹的状况，它的海试的次数或许会超过10次。我刚才听到一个很有趣的关键词，过去啊，我们都讲说船呢，对，它这个拦截索，没想到它竟然已经变成说像我们现在这种回冲式的混合动力车嘛。对，所以总编说黑科技的时候突然亮了一下，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讲黑科技都是美国，什么时候中国有黑科技？是，那现在开始中国有黑科技，其实是不是也很充分去展现出说中国设计的这一条航空母舰，它本身除了外形跟一些基础原理相似之外，可能它的里面是非常不一样，因为连拦截索都可以回充电。其实就福建舰它这样的一个航空母舰，就美国人的角度来讲，就整个外观其实不出美国设计的范畴。比如说平通式飞行甲板、斜向的这个甲板，还有这种舰岛啊，还有整体的构型设计，和美国的航空母舰没有什么不太一样。而且就美国人来讲，你这个是传统动力航空母舰，就是全部都是核动力，你这个还是比我 low。但虽然是传统动力，我认为它的综合电力系统也确实值得大家未来密切观察。当然，到目前为止，很多说法，那我们还是很难证实。只知道它上面配备综合电力系统，然后它的这个电磁弹射系统是属于这种直流电式的，但整个运作的原理架构还有相关的细节，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到很详细的资料。以传统动力来看，又搭载这个所谓的耗电的电磁弹射或者捕捉系统，再加上上面总共有32片所谓的平面式相阵控雷达的天线，
这一艘船其实颠覆了大家对于这种相位阵列雷达这种高大上这样的一个认知。就像大陆网上所讲的，就是把相位阵列雷达这种天线做成白菜化，就是全舰大大小小不同尺寸的这种雷达天线高达32个。这个在各国的船舰里面，特别是类比美国的航空舰，这一点又是它有很大优势的地方。所以就是这艘船，我认为就我们目前刚才讲了噼里啪啦那么多，至少2大黑科技，一个是电池弹射和这个所谓捕捉系统，还可以自行这个充电。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相位阵列雷达这种天线，这种普遍配备化，这个都是相对于美国来讲，可以说是2个很强的黑科技。但至于说未来的原理，或者未来它实际到底怎么样，运作的效能怎么样，我觉得还有待进一步予以验证。是这个相位阵列雷达，现在在共军的新船上几乎是标配了。没错，而且它整个下放不是只是像这个美国神盾系统，它的雷达，它甚至连近迫快炮，它也采用相位阵列雷达。这个对于这个各国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一个这个状况所以其实我们都关注在弹射器、在拦截所，结果相位阵列雷达的普及化，其实在福建舰上已经是充分展现。没错。想到我们以前跟总编在谈论过美国的朱瓦特级嘛，那时候觉得哇，朱瓦特级都是黑科技，可是黑科技很掉漆一下说什么漆漏了，一下说什么里面科技有问题啊，这边动一下气一下，然后动不动要进船。像老共不一样，老共这些船虽然是 BOT， 但不用 BOT 因为都是交给他们的自己的厂商，那就是国营企业。那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这也是让人蛮惊讶，因为这变成不只是军武问题，军武本身的系统，还有什么？还有军武整个背后所支撑的它的一个建造、维修，还有整个行政的体系。因为我们以前都会觉得国营事业那就是一个没什么效率的地方。那老共其实对他的国营事业做了很多改革，可是你会发现，这美国最近常在喊说这个体系不公平。没想到国营企业竟然会有效率，这我想美国现在他们也是很头疼这个。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外媒的一个反应吧，像这个法广他讲到说，全球海洋冒出新巨人，中国海上崛起令人担忧。其实我觉得外媒就是怪阴阳在哪里呢？就中国海上崛起一定要配上令人担忧。对。那这里面他其实提到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的海军呢越来越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地，密集程度让美军感到担忧。原来令人担忧是美军担忧。第二个呢，这个福建舰的下水在测试阶段，那他就认为说，这个福建舰是继这个福特号之后第2艘配电池弹射系统的航母，所以这也令他们担忧。另外呢，中国有6艘核动力攻击潜艇，6艘核导弹潜艇那这也令他们担忧。还有呢，就是到了2025年，中国有65艘潜水艇2035年有80艘也令他担忧。还有所谓的这个，因为在水里面很难跟踪，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外媒很担忧。那同一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加坡媒体就写到说，现在福建舰海试成功考验的是台美军事部署那就提到说，这个美国军事专家认为，海军陆战队的据点呢，可能就落到了这个航母的作战范围内所以届时美军第1岛链呢，在坚守远征前进基地的任务，反而徒增风险。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嘛，他就往第2岛链的关岛去后撤对于海军陆战队这往后撤，我觉得美国人就开始产生一些焦虑嘛。那另外也受到影响，福建舰入役后，对台湾的军事战略的部署也是倍感威胁。所以台湾的军事专家呢，就认为说，福建舰防卫圈山东舰2倍那更适合用于对台部署在台湾东部的海域来拒美一方面阻止美军进入西太平洋圈，另外一方面将东部的台湾海军基地都暴露在它的远程巡航导弹的范围之内。所以3航母时代呢，中国进入3航母时代，整体战力呢虽然还比不上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因为他原本有想到说美军有11艘了但无论如何，已经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台美的军事部署。所以可以看到说，福建舰的出现的确是引起很大的震动。总编，你怎么看这些国际媒体的这个讨论？其实国际媒体对于说中国这个新的强权这个冉冉升起，也确实感到不安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军事层面的，对。事实上，我们这一阵发现，欧美对于中国的焦虑远远不止军事层面，可能经济科技层面更多。对，比如说日前风风火火这个北京车展，哇，
大家大为震撼，就是说各国欧美日韩各国重要车厂的 CEO 都有去报道，带领一大堆这个造车的团队，大家在这个中国的新能源车旁边指手画脚。遥想当年哦，对，解放军的将军是这样子在看美国的军武的哈，好不容易允许他上了航母，这样很可怜。他们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一种时空错置之感。对，就是代表目前中国在全方位的整个国家向上发展的状况下，给欧美带来确实让他们很大的焦虑。当然刚才讲到这个军事这个部分，确实对他们在安全上、军事上会感觉到隐隐不安。但我必须说，事实上中国大陆它在整个国防政策来讲，其实对欧美来说，它是比较没有那么有个挑衅性。至少它在整个国防政策还有参与或干预国际事务来讲，其实对比欧美国家，我认为它应该是保守很多，收敛很多。至少在过去30年来，好像它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区域冲突、区域战争。当然，把这个场景拉到台海，可能是我们感觉就不一样。毕竟两岸之间有特别的一个历史因素。但整体来说，我认为中国的军事发展，它着眼的当然是不只是台海，它更多可能是兼顾像它周边的海域，路上的各种安全。那我认为这也是很合理一个思维、一个想法，就是我经济蒸蒸日上，我整体国力强，但我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来自我保护。因此，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势必会让它的军事力量持续与时俱进。其实这也是过去以来美国经常以实力为出发，这个所谓建构国际秩序一个惯用的手法。因此，那两国持续在很多问题持续冲撞，持续去突破，或者最终达到一个平衡，这个一定是一个双方会缠斗好几年，甚至有人说10年，就是李显龙说是不是会20年这样？我认为这可能是未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更多的常态。是，我想这个炮舰外交的这个历史啊，对。台湾很多人在讨论中美台军事问题的时候，都忽略了历史的问题，忽略了中国大陆所遭遇到的这些历史的积累。为什么他们要去积极发展这个海权？对，因为很简单，当年被日本人欺负了还不够吗？被英国人欺负还不够吗？我想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哈。但是台湾独派台派的就不太开心了嘛。随着这个，我们看到福建舰的海试第一次是非常成功的。去年11月的这个新闻呢，我就让我想起来，我特别又去把它找出来。电池不弹射，无法核动力。福建舰海试一言再言，第4艘航母遇到4大瓶颈难产啊。New Talk 2023年11月15号，李志良综合报道。志良要不要出来道歉一下？没关系啦，反正凤军叫你道歉啦，我们是评论员啦，我们只是说把你这个新闻给找出来。那另外有这个军事评论员啦，好像苏玉平他就讲到说，哎呀，福建舰没有你想象中的厉害啦，10年后再评价也不迟啦。通常这种新锐军武很少会等10年后才能评价，这是蛮罕见的说法啦。那他就讲到说这个福建舰满载排水量达8万吨，全长300公尺，资料显示等等等等那他提到一个重点其实你有蒸汽锅炉的话，那你可以使用蒸汽弹射这种古老且安全性更高的弹射方法但你直接选了新潮的电池弹射，不但耗电巨大且稳定性不佳，这就预设是说这个蒸汽锅炉只能使用蒸汽弹射，然后稳定性不佳。好，这也是一件事。另外呢，8万吨的大型航母不可能只用蒸汽锅炉推进，启动速度缓慢之外呢，也难以满足舰上电力的需求。所以呢，至少应该装有这个中国产的 QC280 燃气涡轮机4到6座，相应的大型柴油机才可以所以这个目前看起来呢，再加上电池弹射，跳电是很有可能的作为一台会跳电的航母。这是台湾军事专家他被很多媒体引用不知道为何中国都有核动力潜艇的迄今仍不愿意将核动力放到航母之上这样不但解决中国全电综合推进也可以用于电池弹射也可以用全舰大量电力消耗大大提升航母自持能力当看到说这个冒黑烟他们现在很多人在讲这个福建舰这个冒黑烟这个代表什么？增加你的暴露的一个风险，你是敌舰最好的标的物真的是就槽点满分的文章。我很少愿意去谈论这种不是那么正经的文章，对。可是他挂的是专家，对。那我们来请真正的专家解答一下。当然，这个里面感觉细节满满但我觉得，就我在这个行业这么久，特别是报道军事新闻30几年，而且美国航空母舰我也上去过，也住过。
实际观察过它的起降。那另外，我们也认识很多搞军工的，对，实际做研发，也看过很多生产厂，甚至造船厂。我必须说，这个满满的细节，让很多其实我认为感觉不是进入状况。当然这个细节我就不反驳，一一反驳了。但我认为你都可以想得到那么简单的问题，人家在搞设计的时候，人家不会想到这种尝试性的问题。而且中国大陆在研发这种武器装备，它很强调所谓的论证，从小系统到大的架构到整体。他会反复针对他这些各方面的细节，反复进行论证。因此，刚才讲到很多种种这些细节的问题，我想人家都论证过。但我必须说，国内很多评论这个中国大陆发展海军，包括神盾军舰，甚至航空母舰，都是利用这种态度。试想，以台湾造船业来讲，你连神盾舰的门槛都没有，你凭什么去批评一个人家已经造出来，而且有模有样？那而且拿美国的航空母舰跟大陆类比，我觉得这本质上它本身是有一种双标的存在。试想，这个美国人搞航空母舰多少年？1个世纪。那中国大陆其实第一艘航空母舰瓦良格号改成辽宁舰是2012年开始服役，哇，才12年而已对，10几年而已，有航空母舰才10几年。是，你如果再把时间延长，它从获得瓦良格号开始，就开始搞，大概不超过20年嘛。它能发展到目前已经把福建舰弄出来，而且还是平通甲板，还配备电磁弹射器。就目前整体看来，我觉得就是科技和工艺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确实值得佩服。而且很有趣的，我们发现就是美军有的，解放军也慢慢都有。我们都可以类比，从重型战机、电子打击机、预警机，到航空母舰上的配套的训练用的高教机，美国是 T-45苍鹰，对，解放军可能就教练10的整个舰载的改良型，你可以看到它都有比照配合的同型的飞机。因此，就航空母舰发展来讲，美国人可以说是这个中国大陆的老师。美国海军现有航空母舰有的东西，它都一一给它落实，推出中国版本的对应的系统和武器装备，就整个国力的展现和科技和工业力的展现，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蛮厉害的研究。是，这些都小事情啊。我只想要问总编一个事情，因为现在大家讲这个就是浓浓的黑烟，他们怎么对这个浓浓的黑烟这么有想法？其实现在因为这个图片很容易做一些修改，因此我也是不知道他那张图原始是不是就这个那个样子。但浓浓黑烟，我们更多的是来描述，比如俄罗斯海军库兹涅索夫号，当时不是到地中海执行任务，确实浓浓的黑烟。那总体来讲，其实我认为即使有冒一些烟，瑕不掩瑜啦。就目前这个福建舰它的海事还有整个表现来讲，我认为它还是会按表操课，根据它未来它的这个海事的计划逐步推进。我总结一下，就说现在台湾很多军事专家啊，讲这话真的是让人就非常的傻眼啊！蒸汽弹射就不是一个很可靠的弹射器，再来蒸汽弹射的耗能非常的高，对，而且它没有办法调控初速这个最终速度，它是递减性的，对。其实这很多啦，就是说它很明显一件事，看起来它似乎知道很多的名词，会堆砌，会写文章，但是好像是不能理解实质上的人家的运作。我觉得系统才是现在中国为什么可以这么快速发展，因为中国的造船业已经是世界第一，对，而且造的船是越造越深入的去造这种特化的船种，比如说像最近中国的几个船，比如说甚至推出了所谓核动力航母、核动力货船嘛，货柜轮，还有什么呢 ？LNG 船，这过去都是韩国、日本在垄断的嘛。那现在呢，这个尤其是韩国在这块里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可是现在中国今年 LNG 船的订单已经超过了韩国。对，那这些所谓的工业的工艺。商用、民用其实即为军用，对，它就是军用的基础嘛。那军用也会为商用、民用的基础嘛。这美国不就这样发展上来的吗？商用、军用一直不断在互转 ，SpaceX 就是这样上来的嘛。对，那这种
奇怪，看美国觉得理所当然，为什么看中国觉得匪夷所思？不过台湾意识形态重的人还是很多了啊。我们来看个两则。我看最近我讨论很多，这个台派的领袖486先生哦，那他在台派非常有影响哦，在绿营是很有影响力的人哦。那你看哦，他就讲到说啊，哎呀。这上面写的直接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自由时报》报道说要48小时啊，他说啊没有，从完全禁止到启动要80小时，而且锅炉是烧重油或烧煤炭的，不管烧哪种都产生极大黑烟，而且航速只有6海里，难怪解放军私下称铁棺材。另外一则是讲这个福建舰，我就奇怪福建舰这么多照片，他就可以挑一张这么糊的哦，这个他手机可能要换一下。那不管怎么样，他说啊，中国福建舰就是垃圾，好，燃煤锅炉。到底对燃煤有什么样的一种执着呢？是因为赖清德喜欢烧干净的煤吗？我不太懂哈，就是这个绿营的朋友可以帮你解答一下。那3天开始烧锅炉才能够足够的动力，然后呢航速也只有8海里，好10几公里外就看到黑烟，非常慢，就是铁棺材啊！只要一战争，数千人只能等死啊！希望中国多建造一点。哇，这个有一种义和团的风格啊，总编。燃煤涡轮感觉好像一战时那种战列舰、巡洋舰，那时候是烧。对，他讲燃煤，我真的想到一战，我没有想到在20世纪的20年代还会有人觉得军舰有燃煤的，全世界大概找不到。对，他本身资讯是严重的，可能有一点错误啊，做这样的解读。但总体来讲，我认为这个评论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要严肃一点啊，特别是很多东西你在上网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数据描述可以知道。然后，但是居然会做这么偏差那么大的一个论述，也确实，值得大家省思，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总体来讲，我认为看中国大陆一些科技发展，尤其是军事发展，本身有一些意识形态，这个我们尊重。你从小成长的背景，塑造你对于某些有一些特别的思维，但这个是科学的东西。对，本身。很多是不是问题？是不是你这样去论述？有些已经不是一些很严谨的技术的知识，你用常识就可以判断对或不对哦。这是我对于说像解析这种问题，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且你说辽宁舰那启动需要48小时，我是高度怀疑这样的一个数据哦。而且像航空母舰这样的一个编队要出港，航空母舰绝对不会一艘出去执行任务，它一定是一个编队。那除了航空母舰本身以外，还有相关的防空、反潜相关的护卫舰，那一艘编队至少可能要6、7艘各类型的船舰，因此它本身出港，就需要大半天的时间。是啊，这个我想总编是用很实际的知识去讨论啊。那他以为航空母舰停在港里面就全部都关掉 shut down， 把电闸关掉，都不用烧锅炉。你锅炉一烧，你不烧就没电了。这更不会停机了，好不好？就是他不知道，就这些，他们都是用一种想当然的，他以为在开渔船，是不是？渔船上岸了就把渔船总电源切掉。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福建舰之外呢，还有山东舰哦。对，山东舰最近在4月的时候，它有所谓的海军成立75周年嘛，哈。那人民海军的这个编队叫做红方编队哦，那他就把他的一个编队组给大家大饱眼福。那同时呢，也让大陆的很多老百姓可以上舰去参观哦，比如说参加过这个亚丁湾护航啊的一些的，像这个可可西里湖舰，这个是综合补给舰，这个之前我们有这个讨论过了哈。那关于这个红方编队呢，总编你怎么看呢？就是说他们现在似乎整个航母的编队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对，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看这个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发展，不是航空母舰本身而已，就是它本身护卫的舰群其实已经很完善了。包括山东舰，还有它两边的护航舰，它后面还有一艘远洋综合补给舰，应该是901型的。那它组成一个编队。那去年我们有注意到，这个山东舰其实在我们这个东方或东南方海域，这个广大的菲律宾海活动大概有3次，就是穿越巴士海峡进行活动。基本上它的编制都是这样，而且我们有注意到，山东舰虽然属于南部战区海军的辖地里面，但它到这个台湾周边活动的时候，其实有东部战区海军的船舰也加入会合，做一起的海上联演。而且整个演训里面，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空军或海航的飞机也飞过来进行配合。这就是为什么山东舰在这个相关海域活动时，因为看到轰6K 挂弹，
这个进行远海长航训练，那很多就是配合航舰编队做一个联合的海空攻防方面的演练。也因此这个我们越来越多看到一个场景，不只是解放军各型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甚至包括航空母舰，而且航空母舰之外，它的海军编队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空中的活动，配合海军舰艇，它的科目，它的整个兵力的动用的规模也是逐日提高，越来越复杂。而且随着它航空母舰上面舰载飞机的这种机型陆续到位，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可能类似美国航空母舰这种很复杂的防空、制海、反潜等等这个演练科目会更为复杂而多元。是。那再来呢？这个当然之前我们也有聊过一段啊，就是中国的第4艘核动力航母。那如果这个福建舰目前看起来是比很多西方的观察者认为更加的顺利。那回过头来，袁华智就是中国的海军政委，当时说第4艘很快会公布这件事情，那这样感觉起来就不是什么大话咯。因为他当时只是面露微笑说很快就会公布，而面对解放军种种威吓的国军当然要有所升级，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要升级的地方怎么升级，可能跟美国更多联手，但看起来解放军我们都说人家是纸老虎认知作战，那看起来好像不是对，那你怎么看第4艘航母的这个状况？以现在目前第3艘这么顺利的状况，那第4艘呢？第4艘，记得之前常常强调，这个解放军发展它的军事装备或者武力，它喜欢用相对比较保守的所谓小步快跑方式来循序渐进。我认为这个也是比较合乎这个科学原理和它的一个规范。毕竟在有限的资源下，它军费跟美国还是差很多。美国可以做很多前瞻的试验。各种这个想法，它可以去有资源去验证。那中国大陆啦，向来基于说以前比较艰难的时代，因此它通常在军武科技这个发展，它会寻求比较保守的方式来发展。因此，小步快跑，我们可以从它的军舰的建造上都可以展现这样的风格。比如说，目前我们讲到052D，它是从052C 延伸过来的，然后后来。在这个055里面，它在动力系统还有部分的一些科技，也和052D 那一系列有一些传承的关系。然后055它发展出来以后，比如说它部分的先进科技，比如说一体化桅杆，还有一些比较验证可靠成熟，后来又用到054B，或者最新出来的这个新型的这个飞弹这个护卫舰里面，也看出它。相关的一个传承的部分，因此它整个发展脉络其实它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和传承的关系。因此我认为航空母舰也是如此那比如说第3艘这种福建舰，它验证了它整个电磁弹射和这个主降系统，还有它上面的整个系统的这个配置，还有直通飞行甲板整个验证，那。它会根据它可能还有不足的部分，在第4艘这个全面进行优化或进一步改进。至于说它的动力系统，我个人还是认为较大比例它还是会用传统动力的来建造。毕竟这个核动力以它以往的习惯，它应该会利用一个不同的载台进行一个初步的验证，这样的发展。比较有它科学渐进的一个发展脉络，而且符合它以往的惯例。当然会不会如此，我们有待它未来短时间内公布，看看到底这个最后的选择是哪项。当然除了福建舰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076，这个我们之前有想谈那现在大家开始针对076来猜测到底它的外形是怎么样。076呢，当然它是所谓的2栖攻击舰嘛，那它的大小有人猜测可能已经会达到5万吨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被拍到正在建造当中而且比想象中的还要早共军是这样，他从来不会宣布他什么时候建，反正我建了就建了不像美军呢，要建就先办个开建仪式台湾也是这样嘛，台湾连船屋都可以开屋仪式反正各种仪式因为我们有选举需要，他们没有那包括它的舰载机轻型的无人机，那其实比较让人家惊艳的是什么呢？还有固定翼无人机
然后可能甚至会有把所谓歼35也放上去。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因为呢，有提到说它这个设置哦，搞不好会有一个弹射器啊。相对比较短的弹射器的设置，可能是全通式甲板，也有可能采用斜角甲板这种小航母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造航母就好了。那是毕竟这两个型构还是有差。总编你怎么看啊？因为有空照图拍到，确实已经在建了，非常的清楚啊。外媒是研判可能是075或者是076，但目前大多数人都认为是076。那以这几年大家在军武的讨论上面，通常这个猜测还蛮准确的。对，比如说当时福建舰在建的时候，很多人就坐飞机嘛，经过这个上海的上空的时候，咔嚓咔嚓咔嚓就猜是不是003？真的就是福建舰了。所以总编你怎么看呢？这个建造中的船到底是目前075的第4艘，还是所谓的076哦？当然，以它目前我这张图所看到，其实很难去判断。我们只知道它是一艘可能蛮大的，类似2栖船舰那么大型的船，可能是4万多吨的船。至于说它的外形是刚才图中下面的是直通式的，还是有斜角的，其实也没办法从这个照片里面看出来哦。但是我也是觉得，如果是航空母舰的，以解放军目前的发展来讲，事实上它就把福建舰这样的构型继续延续下去。因为就这样的5万吨的航空母舰，是不是符合它的需要？我认为可能会有疑问，除非解放军政策发生改变，我以后不造大型这种8万吨以上的船，航空母舰，我以后都造可能轻型5万吨的这个航空母舰，这个另当别论。但我认为这个几率不高哦。特别是它的舰载飞机已经一到位，以5万吨这样的一个小的航空母舰，它是否能够满足它的作战之所需？尤其各型舰载飞机都已经逐步发展到一个程度，因此我认为它还是以大型航空母舰为主。那至于说，如果是类似这种直通式，就是和075一样，只是增加了电磁弹射器，我认为这个可行性比较高。毕竟电磁弹射系统就福建舰目前来讲，好像计划进行的还算顺利。对，只是还有待验证它在海上弹射飞机，还有飞机降落，它整体的表现怎么样？但总体来讲，如果说它弹射是无人机，而且是固定翼的无人机，以它的科技能力来讲，那绝对是做得到。而且就它舰载的这种无人机方面，我们过去也看过解放军对这个无人机进行舰载相关的试验，因此这方面的发展，我认为，如果说把无人机的发展和它配套体系的发展连接起来，确实有可能在它新的2栖船舰上部署无人机，甚至我看过外媒有报道，这会不会第一艘所谓的无人机航母，就是未来主要是配备无人机为主？我认为这个样子的发展也可以被列为一个很可能的一个选项。所以无人机航母会不会是076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当然说无人机航母它不会全部都无人机啦，它一定还是有些搭配啦。只是说至少直升机这样的绝对会配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这个076会不会成为这个辅助的这个攻击所以大家讲说这个战力是直追辽宁舰。那最后我们来看几个点就是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海的失衡确实在步步紧逼。为什么？因为最近解放军的飞机来到台湾的频率，还有态样有所变化跟改变。这个围台的这种感觉蛮明显的，而且呢，我们虽然都画于软比那去澎湖很近是越来越近只是说我们都是画一些比较要点，但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说，哇，那你这样围起来，那根据历史教训来说，攻台必先攻澎嘛，所以解放军除了在发展军武之外，其实它也对于军事的准备很实际的推进。总编你怎么看这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军机的绕台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它在台海周边活动，这种海空活动已经常态化。而且诚如大家讲的，这个对台湾整个社会来讲，犹如温水煮青蛙。刚开始这个突破这个中线的时候媒体也会报道一下，在谈话节目里面也会大家讨论一下。
但曾几何时到现在，大家也觉得习以为常，是都飞到41海里嘞，对，距离基隆41海里，而且现在就是更新以后最新的距离大概39海里，也就是感觉在空中步步进逼，是，而且这是空中的部分哦，海上它到多近的距离，其实国军从来没公开过，对。有的时候是日本不小心帮我们公开了。我觉得我们更希望说国防不能公开它海上的动态，因为这飞机飞来飞去，其实一下就过去了。那在海上船舰它可以一次停留很久，而且在你周边活动，事实上它对我们台海海空这种军事安全的压迫，我认为压迫感更重。试想，我们的海军船舰其实都是服役20几年以上的，相对船龄比较旧的船。而解放军海军的船，那它的役龄要年轻很多，因此长期的消耗下去，我认为对我们海军来讲真的是蛮伤的。我想，这主要就是基于2点，第一点就是它针对台海周边它的需要，他自己认为的需要，他进行所谓联合战备警巡，不管是实际他军事训练的需要，或者他要释出某些军事或政治讯号。那他会根据他自身的需要进行一系列战备警巡。那另外，他也借此就是向外界宣示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台海周边的海空域都是我的地盘。一个一定要给总编来评一下，就是美台4月悄悄的在西太平洋联合军演。那这件事情呢，有消息人士指出啊，这是多项军事资产海上意外相遇，好像在吃饭餐厅，你恰好来这里，我只是刚好同桌，怎么跟萧美琴这个在美国一样做法？总共6艘海军舰艇护卫补给支援啊，那数天的演练。都是一些基本的一些行动。那还有呢，认为说这个意外的相遇是非常重要的，确保在紧急状况下可以共同行动啊。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来配合行事。这是我们台湾的反制哦。那这个反制面对如此倾斜的台海情势，快速倾斜台海情势，这样的反制有何实质作用？据说总编有独家的内幕。其实这个很明显就是。台湾和美国全面这个深化而且强化军事交流其中一个环节。我必须为大家透露，我们现在陆海空3军都有和美国进行联合演习这样的一个现况。我不是说机制会形成一个惯例，那确实陆海空3军都与美国有进行某种程度的联合演习。空军很明显的嘛，我们这个在美国有10架 F-16啊，过去在陆克基地，对不对？那现在换另外一个基地啊，有时候会参加美国空军或者美国多边一些联合演习。我们陆军去年和今年都各派了2个营到美国国民兵基地进行移地的一个训练。此外，美国军教官经常到台湾，到一些营区。特别是特战部队教授一些新的战法战术，作战观念，然后对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训练进行评鉴，然后提供一些建议。这就是在教学上面的合作，陆军方面的合作。而在海军，我必须说，不只有这4月进行了。我为大家透露一下，去年也进行过几次，其中一次是在年底。那这能不能守住我们的这个所谓海疆，让海不再倾斜呢？新任防长顾立雄就讲到说，台美军事交流会更加的频繁作为贺阻中国印太共同交流，台湾要来参与那展现国防战略的走向呢，更积极的向美国来靠拢所以其实就呼应了刚才总编所讲的那这样能不能求得和平呢？这个我看美国方面也是很紧张了赶快跟中国打电话5年来首次。通的电话，其实就刚才讲的，需要一些护栏，可是能够解决吗？那同时间我们也看到中俄在深化他们的军事协作跟大规模的演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在布局，它不是只布一个点，不是只布一台船，不是只布一个海军，它是全部，包括连国际战略的形式，它都做了很加严密的部署嘛，所以也无怪乎已经卸任的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先生，他就讲到说，美中恐怕紧张再持续20年，那会不会脱控呢？这是个关键嘛，俄乌脱控了嘛，所以其实这里面我给我们一些启发啦，就是说军武军费固然它是提升军事的，但军事的背后还是政治，那怎么样有效让国家高速的运转起来？
然后你才能够让你的整个整体的实力的上升。那看得出来，对岸是很积极在这样做。台湾能够这样呢？我们固然可以猜测人家都是纸老虎嘛，都是小纸船嘛。哦，那有没有可能美国也是小纸船，他没有来呢？对，那台湾能够扛得住多少呢？看起来这个图很可爱，很有意思，可是背后的凶险，诸方都已经提出了警告，而我们看到的是。不要去低估对手，战略上真的是不能去低估对手。好，那我们今天呢，聊到了这边，其实我们实际聊得非常的长，完整的内容在我们的会员完整版，大家一定要加入会员。那最后一定要跟大家讲，我们30万订阅募集中，要麻烦大家赶快订阅起来。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就像我刚才说，要加入会员，有非常多会员的福利。我们现在有抽奖啊，然后有完整版啊，还有花絮啊，各个方面让你看都看不完目不暇接啊，一个月只要100块。台币这相当于美金3块多一点点就可以搞定了。好，那最后还是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线下的超级留言超级感谢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都可以给我们更多的粮草，让我们做得更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总编 ，OK， 拜拜，下一期相见，拜拜。